Hello， 大家好，我是Eric。今天我不跑步了，这一集节目呢非常的特别。我现在人在凤林的地方，我今天要来造访林田神社。不过呢，我今天也邀请了一个来宾来参加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呢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阿龙师。对，今天特别邀请了黄家宏老师来参加我这一集的节目。是。那为什么要邀请他来呢？我们今天要来参观这个林田神社。是。因为我有说过，阿龙老师是神社的专家嘛，那由他来解说，应该大家对这个神社呢可能会更加清楚。好，谢谢阿龙老师哦。不会，很荣幸。首先要请教阿龙老师啊，是。那个我有请教过你说这个林田神社嘛，应该是后面在经过整修过的嘛，是。所以我们刚进来看到这座鸟居呢，应该是新的鸟居。对，它是后来才就是在修复过的哈。那原本第一鸟居的位置啊，应该是在我们现在的马路的位置。哦，是哦。对，马路位置哦。那第二鸟居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身后啊。这个面包树面包树的这个位置是第二鸟居的位置。了解。OK。然后这个石灯笼呢？石灯笼也是后来再把它修复的哈。那比较有趣的是说啊，那当初呢，这个在修复的同时啊，我们有提供当初台湾总督府的这个资料啊，给这个设计单位去参考。但是啊，因为当初只有一个平面图啊，所以设计单位呢以为是罗马旗的这种形状，所以就把它做成像罗马旗的这种柱子啊。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再把它按照以前的修复，应该是平面的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就只能将错就错就变成这个美丽的误会了对。不过上面那个火带立啊，我感觉还蛮典型的对，这个火带这个都是按照当初的原样原貌去做修复但是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时空的一个转变，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风吹雨淋日晒加上地震等等关系啊，它其实有一些龟裂了所以目前呢暂时先用那个铁丝啊把它捆起来做一些暂时的一个补救。原来是后面在新弄的。对，目前来讲的话，说这个神社啊，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那随着就是说当时日本宣布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那1974年左右啊，当时国民党政府又下令一个去日本的一个文化，所以当时啊神社。各地神社都在这时间点几乎被毁灭掉。那再来就是说，石灯笼上面有一些文字啊、年代等等啊，全部也是几乎都是被当地居民拿着水泥啊把它涂抹掉这样子。对。现在看到这个鸟居啊，它其实也是按照当时的一个老照片来做一个翻修就是重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神明鸟居。另外一种呢，它的立木就是往上会这样飞起来之后，这叫做明神鸟居这样子。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隔呢？是因为早年来讲都是用神明鸟居比较多那后期日本人他们就想说要凸显这个伊利神宫的这个社格的部分，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创造出了一个就是明神鸟居，还有一个叫流照式的一种社格的一种建筑这样子。那是不是说神明鸟居等级会比较高一点？对，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国家神道来讲，最高等级就是用神明鸟居，还有甚至像就是神明造的这种本殿的样貌这样。那后期流照式出来的部分啊，那有一种说法是说，它的这个流照部分屋檐啊，可以就是说让这个妈祖里祭典的时候，就是更加的不会受到天气气候的一个影响。拜殿的话，就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个空地的位置对，那在我们的右手边右侧这个地方啊，原本还有一个守水社所以说大概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前方的这个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哦，以前有一个守水社。我在2006、2007年左右有来这边实地踏查。哦，那时候这边也都是荒烟蔓草。哦，那就是大概是在这位置有看到一个守水波被破坏的守水波的一个遗迹，就在这个地方。那个遗构有被保存下来？没有，它就是整个被破坏掉了。哦，好可惜，好可惜。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栅栏呢，这个我们叫它叫玉园。玉园哦，那这上面啊，其实也可以看到蛮多的一个文字哦，例如你看这边山田义行哦，山田义行哦，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姓名哦，像这个是佐藤吗？还是什么伊藤还是什么藤？伊藤太郎伊藤太郎哦，那这些啊，其实这都是当时这个日本移民然后来到这边开垦哦，那他们就是终于有一点丰收之后啊，也是用这个寄付，我们讲寄付啊，捐钱奉献哦，那来祈求这个神社的神明啊，可以保佑我们在这地方啊，哦，就是说能够丰收哦，然后不要遭受到山猪或是说原住民的一个破坏哦，能够风调雨顺等等之类的。好，我们继续往阿龙老师说的拜殿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拜殿的位置，这样子。对对。那我们也看到，如果说有一些团体啊，甚至台湾光复之后，我们这边变成是凤林区的忠烈祠。那329青年节等等，学校也会就是老师啊带学生来到这边来做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这样那除了大扫除以外，那也是跟神社参拜的模式一样先到守水社啊，先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学生啊就会在广场这边就是做集合，然后由老师啊、校长老师啊做代表到这拜殿的部分来向这个黄花岗72烈士啊来做那个参拜的。我们来看这个本殿哦，这个本殿看起来还蛮有规模的那这边来讲的话，它就有点像是浓缩版的这个桃园神社的本殿的一种模式正上方呢是本殿那下方呢其实它还有两个空间一个是我们讲的祭器库啦，还有一个是神仙所。对不起，祭器库，你是说下面会放祭器库？就是旁边它就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用比较口语的讲法，就是我们在祭典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锅碗瓢盆啊就是有一个空间来摆放，就是收纳这些祭祀需要使用到的一些供桌啦，或者说一些锅碗瓢盆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神仙所就是说那个有一些需要就是处理像说要洗东西啦，或是准备的部分，那可能就会在另外一个空间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动作，这样。这边顺便提醒各位，这边的蚊子非常的多，然后这几天刚好下完雨啊。是。我刚才手上已经被咬了好几个包了。是。好，那请教王老师。我的看法是认为这个本殿感觉还蛮高的，跟一般我去看的那些本殿好像感觉不太一样。是，它这一间来讲，我们从它的这个剩下的一些御园的部分那我们来推测这个也很有比较有可能它是属于神明造的。阿龙老师是说，如何判断这个本殿是否为流造或神明造，是由他留下的遗构来做判断。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像神明造的话，在这个中心的部位啊，它有一个圆形的一个中心柱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有蛮多的这种正方形的这种比较推测呢，比较像是流造式，就是说让这个木头啊包覆在里面就是不要让它跟那个地面做一个直接的接触。那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桃园神社，它也是所谓的流造。那原本呢，我们这个神社本殿啊它是木造的那在台湾光复之后啊，这部分呢有被整个拆掉，重新用这个钢筋混凝土啊来打造这个神社的本殿的部分，这样子。了解。因为以前是忠烈祠嘛。对，它就是战后变成是凤林区的忠烈祠这个阶梯会不会也是？这个是原件，原件不是国民党政府来之后弄的？对，它之前的，就是日本时代留到现在的那这个嘞？
这个也都是属于原件的部分。对，它就是在这地上保留基座，然后上面就把它孔这个水泥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啊，在民国63年这时间，那因为当时的政府啊下令神社要拆掉，那所以我们当地的这些校长们也非常的爱国啊那我们不能怪他，因为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嘛所以就到隔壁的学校去借了拔河绳把它这个钢筋剪掉之后，合力啊把它推倒。你是说拔河绳？对，拔河那很粗的绳子。学校师生来一起拔？没有，就是校长，可能还有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对，合力的把它推倒，就倒在这个神社本后方的位置。了解。神社后方位置那后期啊，我们这个神社在做整修之后啊，又把它送到我们旁边有一个神社原址，算是原建的一个史迹的一个公园。等一下我们可以到旁边来看一下。对，那我们现在啊，我们也爬梳了蛮多的一些史料像总督府的公文内传啊等等那其实也都尚未有发现林田神社相关的一个配置图啦，只有它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申请书等等。那请问一下，那个桃园神社是根据配置图弄的吗？应该是，都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你要盖神社等等，你都要先画设计图啦、申请书像总督府这边去做申请这样子。对，所以它都会有留一个纸本的一个扫描。现在是用我们现在看到是扫描件。那但是可能在那个档案管理局这边它的就是有纸本的公文都还在这样。在台湾一些神社很少看到有像如此那么完整的瑞园大部分都颓圮的嘛，因为他们都坏掉拆除了。好，那遗构的地方就是这里。是。阿龙老师，是这个我一直没办法看清楚，这到底是各方面的遗构把它集合在一起。像这个像是石灯笼，这是石灯笼的基础，没错。那像这个是它的立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应该也是立的部分然后旁边还有那个腰身的杆的部分还有一个火带旁边那这个是原本在入口有一个那个储水槽储水槽部分，就是说过去我们这个水圳那个地下水还没那么完善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啊要到神社这边来拿水取水在那边就有一个取水的一个空间那这是改建这个神社之后啊就把它挖掉，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看到战后的神社本殿的那个遗迹啊。现在上面这一面的话呢，是它的那个墙面的部分。在下面这一侧啊，还可以看到什么黄花岗七十列是之碑啊，类似这样的字体这样。是吗？对，看得到吗？上面不知道看得到还看不到。你要颠倒，要颠倒这样子对。我人没办法进去。现在你拍到的那一面就是了。OK， 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拍到。这个就是鸟居鸟居被支离破碎的鸟居这个。这个对，了解。对，这就是鸟居的部分。那当初它是被分解来当水沟盖。水沟盖，对，就我们刚才入口的水沟盖的部分。阿龙老师，我请教你，有跟我聊到这个关于林田神社拆除的一些乡野传说，你可以聊一下。是，那其实我们听到是说，其实这个乡野传说其实不只有林田这边有，那其实各地呢都有相同类似的一个传说。那也就是说，当年神社在拆除的时候例如像开怪手的啦还有当时的这决策者等等在这个神社拆完之后。不到数个月啊，就莫名其妙就离世了。这在当地，其实我田野跑这么多的田野调查，我例如像在那个台北啦，甚至在花莲，还有在台东等地啊，也都有听闻到类似的这种乡野传说。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听听就好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也无法去做有根据的去探索。方老师，是那个。我们花东这边的神社都会盖了2代嘛？是。为什么都会要盖2代呢？是因为我们讲说我们台湾多雨潮湿
哦，而且说神社大部分都是以木结构来做这个新建，然后所以呢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讲说这个下雨的关系啊，造成这个建筑结构毁损啊，或是白蚁侵袭啦等等，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又会开始想到就是说神社要来做改建，或是说迁建的一个部分。对对对，据我查的一些资料是说，第2代神社通常费用会比第1代神社会多出1倍、2倍，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那至于像盖神社这样的费用，它是属于会不会去跟当地人征税这一方面的问题吗？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从它的社格例如像是县社啦、乡社啦、村社例如像村社来讲，就是以村庄大家就是来募款呐或者是说或许啦，当时也有人讲说可能用强征的部分那可能就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大家募款来盖神社。那也或许由中央这边会拨款来赞助一些这样子，总督府拨款。也未必，就可能是县政府、县社啦，或者是说乡公所、乡社等等单位，然后来进行这个赞助，但是也是少部分。那刚才我们瑞元看到那些名字啊，是不是都是属于自由奉献，还是会有一点对，它应该算是自由奉献，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在我们台湾目前都还看得到。例如说，有一些寺庙在新建或者改建一片砖瓦，可能5000块，我来盖户我捐助5000块来一片瓦片那一座石灯笼可能是2万块，我就来盖户这样所以上面就会刻着您的姓名这样子对对对。好，我们林田神社就先介绍到这边了既然阿翁老师来了，就带我去看那个警察官立派出所，也值得跟各位介绍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林田警察官立派出所。刚才叫阿翁老师走，是，他说他要开车，是。好，来先来介绍这个。是，那我们这个地方啊，以前就是我们讲林田这个村庄里面的一个派出所那我们讲说以前村庄里谁最大就逮林嘛就是这个警察大人那所以呢查户口啦还有大小事啊，你都会来这个地方找警察对。那台湾光复之后啊这边一样变成是林田村的这个警察局派出所在这个地方那后期啊才在旁边呢盖了一个新式的钢筋混凝土的一个警察局在旁边。真正的警察局是对，那是后来的右侧这个后来的对，那我也当时啊，我在这边的小学代课是对，所以这边其实也算是蛮熟悉的啦所以当时啊也听他们讲说啊，台湾光复之后，当地村民啊也是沿袭日本时代的一个做法。要查户口的时候他们会乖乖的拿着这个户口名簿大林我也好靠啦，我你看嘞啦那这个门柱呢听说也是后来才弄的吧？对，这个门柱都是后来整修的时候把它重新再做那原本啊它有战后的战后的本来是在我们旁边的草皮那位置那后来就是说整个整理的时候啊，就一并的把它移除掉，意思就是复刻版。这个是后来复刻的然后这个也是大概在15年前左右啊那当地有那个社区营造的一个团队啊，他们就用这东台湾展望上面的这个林田警察派出所的毛利之郡，对，毛利之郡的这个东台湾展望里面的那个老照片呢来重新的把它做复刻按照它上面的那个笔画重新的把它复原这样。在我们正后方啊，就是它的办公厅舍。老师，你是说这个主体建筑也是复刻的吗？还是对，它其实就按照当初的一个样貌来做修复这样子。对对，大致上来讲这个地方是它的办公厅舍。像我们到丰田那个派出所也是一样的一个配置。那有一个屋檐，然后里面的进去就是一个派出所。那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啊，是警察的宿舍宿舍的部分。对对。所以办公厅只是就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对，那边是他的宿舍。那根据老人家的一个口述啊，他们说以前警察
他不会说就在隔壁就直接就穿过去，他一样走到路口哦，然后呢再进来哦，是这样子。下班了也是走出去再走进来。哦，对，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日本人的一个他们上班的一个奉公守法的一种表率，这样子。对对对，我们往后面走好不好？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看起来好像还比较古色古香一点。没有，这都后来的。哦，原来也是后来才盖的。对对对。好。然后包括这个也是。对，这都是后来的。对。哦。据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校长宿舍，请阿宏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好，对面的话是卫生所。哦，是这个吗？对对。这间屋子看起来已经变民宅了。哦，民宅了。对对。哦，就是这个。对对。然后。所谓的警察对，校长宿舍是在这个地方。这边是以前专卖局的收烟厂，类似收烟厂的一个单位。买烟厂吧？买烟厂，对，买烟厂。是买烟厂。对对。现在好像在整修吧？是。那严格上讲起来，这一栋啊，它不是校长宿舍，哦，它是林田寻常小学校的教师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宿舍，在这个地方。寻常小学那个寻常是指一般普通的，是普通的学校。对对对对，了解。是。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啊，它目前呢也列为花莲县的历史建筑哦。那比较可惜是目前呢碍于经费所以它没有办法立刻马上的去做维护那现在也只能做比较克难的方式啊先维持它的现在原有的一个样貌。看一下。也不是宿舍，也不是，它算是主任宿舍。主任宿舍。对，那只是说它并没有按照当时的一个样貌来做整修这样子。了解。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阿宏老师特别拨空来接受我的采访。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阿宏老师也有频道，是大家也可以追踪他的频道。阿宏老师讲一下你的频道，可以关注阿龙师讲文史，还有铁道阿宏老师对铁道文化也非常的有研究是好，那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Eric，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拜拜。每次只要雇员神社都有这样的争议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以平常心来看待。对，我觉得是以平常心那我们在保护神社，也不是所谓的有人讲说媚日啊或怎么样。对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属于我们台湾的一块历史。对，一个历史。对，因为我觉得是说，与其看图片，不如带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来到现场，来看看过去日本人在台湾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是更有利的。对啊。